早上6点飞高雄。雅比国际机场居然更新了厕所，不再是茅坑了，终于提升档次，变成现代化的洗手间了。上下飞机都不用憋尿，但是女厕所只有3个坑位。他们有 upgrade 那个洗手间，太好了，终于是一个国际式的洗手间了。拿点纸，拿点，哎呀，没有。这边有改变哦。一来就是一个 currency exchange money changer， 虽然大家都知道机场汇率不是那么好，但是它真的很方便，就在星巴克旁边。大家可能有看到新闻，雅比飞高雄的直飞呢，在4月6号就要停飞了，因为廉价航空亚航只有坐满了才能赚钱。其实它才没开通几个月，所以我后面4排都是空着的。还有没有其他航空公司要开通一下雅比到高雄的这条线路？亚航其实已经打了很多广告，砸了很多钱在推广高雄的旅客来沙巴，但是他们要停飞了，文化一下星宇航空现成的客人呢。其实我更喜欢高雄机场，为什么呢？好处可多了，等一下告诉你。哇，好美哦，这个地方。天灯节，我琉球，青青草原，锦湖步道，精彩四季。雅比飞高雄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它只需要3个小时就飞到了，而且过关时间不需要5分钟，比起桃园机场我过关要1个小时。高雄出关完全不用排队，后来就有这台机器，可以拿个纸杯，然后喝水，好方便哦。这个水机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亚航上飞机是有2次检查的，好多人过完第1次安检之后买的水又被丢掉，这星宇航空赶紧过来啊！现成的客人就在这里，就买票去肯定机场快线，直接在这边坐捷运就可以到所有地方了，好方便啊！他说出去才20分钟到30分钟而已，哦，它比那个好多了。它比那个桃机好多，对，我觉得比台北的机场好多了。我们从这边多久？因为台北的话，按照同样的时间，我应该是还在排队过海关，我这边已经出来了。对，这捷运站啊，上去就是捷运站，这边下去就是捷运站。高雄不要停啊，大家快点多点来啊！所以现在是被停了。对，沙巴的那个旅游部有好像有接见的亚航的代表哦，好像也是个拿督吧。他说自己的航线不符预期，所以他们要开别的航线，所以要达成，等于说他们还是要达成1年350万的游客的目标。哦，所以是因为沙巴旅游局，大家都在反映说，为什么突然就停了这么多条线啊？对，而且我觉得他不应该是1个礼拜那么多趟。对，你不就减班嘛？对，他减1半就好了，2班就好了嘛。对，你2、5飞或什么，但是你每次进这个。没错，我觉得高雄机场实在太方便了。高雄人的诉求是，就是1357条一个礼拜。其实我有蛮多朋友，他们打算6、7、8月去沙巴，然后就没有直飞了。就是他们已经有接到这个消息说，愿意去，可是呢，现在就没有直飞了。那气死了。对啊。对，不应该一下子开那么多个嘛？他就1个礼拜，其实开1趟也好。对啊，他已经决定了嘛。那我就是以后还是一样，就是雅比吉隆坡高雄嘛，或者是就是辛苦一点，就是到台北再高铁回来了。哎，真的辛苦。高铁要坐到高雄的话多久？1个小时40分钟。哦天哪！因为这边飞高雄好方便了。台北其实最痛苦的是6点10分的飞机起飞，那是真的是最痛苦，好痛苦。你4点半要到机场，你是不是4点要出发？你是不是3点半以前你要起床？没错，就没办法睡。我们每次都是红眼航班都快疯了，然后去到那边8点20，虽然只差2个小时，但是差很多。没错，对，我一样的感觉。6点起床就可以了。对啊。希望沙巴旅游局跟那个亚航啊，稍微就留1个礼拜1次的话，我觉得肯定是1次到2次，对不对？对，就满的。比方说5、6日1、2就回来这样子玩，2、5或者是1、4。对不对？然后你让好不容易这边砸了一堆钱在宣传啊，对，高雄的轻轨都有亚航，
哦，真的啊就是你搭轻轨然后办活动都还可以，就是跟亚航就是抽机票什么的，他砸了不少钱，但是就觉得完全浪费掉了。对啊，你不应该一下子就全部就好像全部 cold turkey 这样子，就好像戒烟一样全部都没有了，就没了。而且难得有起色，因为首航那个雅比飞高雄我就搭了，首航只有40个人。哦，现在其实很多哎。对，然后慢慢一直在起来啊，所以其实他如果说成1个礼拜2班，我觉得是大有可为的，绝对可以。等到好的话，你再拉高而已嘛。对，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都不要飞台北了。而且在这边，而且再告诉你哦，你的高雄捷运刚刚不是有那个捷运嘛，对不对？你搭捷运可以不换车，直接就到高铁站。哦，对啊，对，你从这边直接坐捷运，然后到了捷运之后，你就直接不用换车，就到了左营高铁站了，然后你就可以去坐高铁到台湾任何一个地方。对，而且你看高雄多漂亮，好宽啊，几车道啊，4+2哦。对，超宽的。因为高雄的是以前日本人规划的。哦，怪不得我说我从上面看的时候，那个高雄的港口对很漂亮。高雄港是世界前10名呢。哦，怪不得我说怎么那么大一个港口，我都。高雄港不归高雄管。哦，那是谁啊？归中央管。归中央管。对，因为它是国际港，所以它的地位是跟高雄市是一样的，是归中央管的。哦。所以它的营收也大部分都是中央拿走。哦。这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你是在说沙巴的石油天然气吗？似曾相识，都是一样的。哎，没办法啦，就是小地方。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喜欢小地方。第一个是真的交通超方便，我过关不用5分钟。看哇，6条道不止哦，1、2、3、4、5、7条道。什么时候雅比能够规划出来这样子的道路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哎，有点难哦，要砍很多树。而且雅比是不止，而且路是很平的。啊，对对，高雄很平。雅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就连飞机起飞的那个道好像都不太平啊，还会晃啊。没办法了，这个，而且高雄是有4季的哦。没有，高雄是夏季跟冬季。哦，夏季就2季。哦，85大楼。对，那一栋有85层的楼高，在101没有盖好之前，它是全台湾最高的楼。哦。然后101盖好之后，它就变成第2了。它以前有百货公司，后来因为产权经营的这些部分，它设计的太奇怪了，所以后来就倒了。啊，倒闭了。对，倒了。百货公司它现在里面就是有那个好像喜来登还是什么有把它收购，要做旅馆。所以现在里面是没有人是鬼？没有都有。其实它有办公室，有住宅，然后有那个百货公司，有什么的这样。但是百货公司那几个人就是荒废着，那其他的办公室人都还是有。哦。它的景非常漂亮啊，有机会看一看去。85大楼就是做民宿比较多，对啊。高雄的民宿90%都是不合法的。Airbnb 是不合法的。Airbnb 在高雄不合法的，某一些区才合法，比方说盐城区或者是一些偏乡地区才是合法的，因为他们认为 Airbnb 是会扰乱闲暇时间才做的事情，你不能当成正职。像马来西亚学习嘛，你 commercial 就归 commercial， 然后 residential 就归 residential。没有错，可这个会扯到既有利益分配，旅馆就会出来讲话啦。就说哎呀，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到我们正常合法旅馆的权益呀。哦，主要台湾的旅馆是自己把自己做死了，因为太贵。有些时候你真的工作了1天，你还住不了1晚。你沙巴的希尔顿大概1个晚上是3000多块台币，3、4千块台币就有了。台湾的希尔顿要1万。对，尤其台北那边更贵啊。高雄应该还好吧？那莫名其妙，高雄也不便宜，也不便宜。像你刚来，像礼拜6、礼拜天有那个韩团什么女朋友还是什么的，才刚来这边所以排超多人啊。高雄空厨，就是你们飞机上吃的。那高雄好像飞机场的航班也不是很多，不多。现在高雄已经变成第3大城了，以前是第2大城哦，现在变第3了，被台中干掉了。怎么会被台中干掉？台中在市中心，而且台中的天气才是真的是4季。台中本来就是地理位置就在中部嘛，往北往南都方便了。台中是没有机场还是有？有，但是它是军民两用。所以台中现在是第2大城市。对，那飞机场的繁忙程度呢？第3名吧。所以高雄是第2。对，高雄跟松山是差不多的哦，跟台北松山差不多。可是桃园就是第1名。桃园太多人了，我每次去排队都排死了。
或者是排到楼下嘞，上不去哎。对啊，你上书要上到2楼去出关，对不对？排到楼下来耶。很漂亮啊，其实高雄直直的大大的这样子。我觉得高雄规划的比台北要好很多。台北是那时候就已经，日本来的时候，台北就已经是发展很好了嘛，所以他没办法做太多规划。可是高雄本来就是被日本规划，因为日本当时占领台湾，他是想要长久的台湾的。哦，他不是想要短短的，就是掠夺殖民就跑的，他想要长久，所以他把高雄规划的是一个重工业的城市，农业的那个嘉南平原的那些的那个灌溉啊，还有像高雄的路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日本人当时他规划下来的。他是这样，高雄路就是棋盘式的，就是1、2、3、4啊，1、2、3、4这样子跑的，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迷路。我更喜欢高雄比起台北的话。因为台北就是路很塞，而且就没有那么宽。这个我第一次看到7条线了，刚才。对啊，而且是2边哦，两边7条线，这太宽广了。沙巴那边如果有这种新的城市规划的话，得要来高雄学习一下。高雄真的，像我们有一个世运的主场馆，是当年办那个世大运的时候盖的，当时好像是也是请日本的什么安藤什么雄什么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师设计的，然后绿化。然后呢，现在就是他来的时候，现在为什么很多国际的团体都会到那边去开演唱会？因为高雄市政府就说 ，OK， 我可以给你非常低的价钱，因为我空着也是空着，但你们来就可以带动很多的经济。哦，对，所以很多的演唱会在高雄哦。这样子啊，哎呀，那他应该要多点直飞嘛。什么魔力红啊，那些全部都有来这边过哦。对啊，不应该停了亚航。你看，这刚刚起来的，我回来的时候都很多，不过几乎全都是高雄人跑亚比去玩。我回来这边的话，基本上整个飞机啊，没有看到住在亚比的人来高雄的，真的。高雄比台北还要再更好的是海鲜，可是因为海鲜对亚比人没有吸引力。没错。对，然后你想想有什么高雄是必须在高雄有，然后亚比没有的，我们一定要吸引多一点亚比人来。这个城市景就很漂亮。对，这真的很漂亮啊。这是梦时代。梦时代是什么？左边百货公司，它是高雄最大的百货公司，就有点像是Imago，但是它比Imago大概大了有没有5倍以上？应该有啊。对，它整个很大。对，它是统一集团盖的。哦。对。它有那个是统一方便面啊，就是它是高雄百货公司的南霸天，北霸天。高雄的北边有一个叫巨蛋，对，汉神巨蛋，你也一定要去逛一下。平日你也会莫名其妙，怎么会平日那么多人？大家都不用上班的。对，这边是正在发展，这边这一区叫做亚湾区。现在高雄的房价是不是也变很贵了？对，有拉起来了。大概的话，还是输台北一半的。那还是比亚比要贵5倍。对，因为台北是贵亚比10倍，我上次算过了。新的位置大概一坪大概在70万台币，5倍，差不多。还是5倍，方尺的也没有那么多啊，对不对？对，在沙巴现在也贵起来，也开始贵了。对呀，这边有 Foodpanda， 有 Foodpanda、Uber Eat，Grab 没有 ，Grab 这边没有，这边是用 Uber。在 Uber， 但是这边 Uber 已经被算是名存实亡。你用 Uber， 它其实叫来的都是计程车啊。对，因为也是一样啊，当年的 Uber 很奉行，然后后来呢就是被计程车抗议啊。对，所以很多新创行业会动到一些既有的，这是民主的缺点。计程车到时候后来为什么政府妥协了？因为计程车票多啊。所以就妥协了，就没有 Uber 了。所有 Uber 的开 Uber 的人都必须去考职业驾照，然后必须加入计程车公司。那不是计程车吗？这还是什么 Uber？ 所以要发展的话呢，还是要去一个更加落后的地方。真的，就是我觉得你一定要点赞、关注、订阅沙巴漫游这个频道。像这种就是大楼，对，也是新盖大楼。这个叫做高雄处，你会发现它每个阳台都超级大，而且都有种树，有没有？对，这是高雄市政府推出来的，就是如果你做这种高雄处呢，你就可以有额外更多的面积使用，但你必须要种树跟种花，绿化城市。对，如果你不种树，你的树死掉了，你还会被罚。
哇，还要被罚呀！政府是用什么抓？你知道？用空拍机抓。用空拍机抓。所以以前的那些楼就好像没有什么。对，以前就没有这种高雄树，它这新的高雄树是新盖的。你为了要有更多的容积，要绿化城市，你就必须要听它的。哦，这集除了介绍高雄、推广高雄之外，还有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条视频发给亚航，或者是星宇航空，或者是华航或任何航空公司愿意开高雄到雅比这条线的现有的客人呢。亚航已经砸了不少钱宣传雅比了，大家快来捡漏吧！而且我觉得沙巴人也一定会很喜欢高雄，因为高雄有很多特色美食是雅比吃不到的。那我们下一集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东西是只有高雄能找到，其他地方很难找到的。